其实呢，聊到现在啊，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放射科这件事儿啊，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冷冰冰的机器和可怕的辐射，而是和我们每天怎么吃、怎么动、怎么想、怎么过日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在最后的这一部分呢，我就特别想请两位医生从一个更加生活化的角度来陪大家把这件事儿真正的放下来，不是不重视啊，而是不恐惧。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从孙医生我们这边来聊起啊。那您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这个您的日常生活以及您觉得日常的吃、动，还有我们的心情、日常规律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好，主持人，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实在话，就是作为一个每天和机器打交道的人啊，我比任何人都希望检查是安全的，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也一样需要做检查。我们不是站在这个机器后面的人，而是站在生活里面的人。那么很多中老年朋友一听到说要拍片儿，第一反应不是担心病，而是担心检查本身。其实这个心理状态啊比较普遍。但从我们实际工作来看呢，真正影响身体的最大的，从来不是那一次合理合规的检查，而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长期的生活方式。我们每天在机房里面见到很多的老患者，有的一年拍好几次，但是状态非常的好；但有的患者啊，一辈子也没拍过几次片子，但身体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很多。差别在哪儿呢？其实就在日常。对，确实是啊，差别在日常，而不在于我们这一次两次的拍片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日常这个词儿啊，其实非常非常关键。那我们就从最普通的一天来说起啊，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每天最关心的其实就是吃什么、怎么吃啊，它对于我们的拍片子，对于我们的身体恢复，它到底有没有帮助？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经常会遇到。那么很多患者拍完了片子就会问说，我吃点什么可以把这个辐射给它排出去啊？我一般其实都会说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先不要想着说排辐射，咱们先踏踏实实的把饭吃好。那么拍片子的前后啊，其实对饮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禁忌，但是咱们要遵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刚才胡医生提到的这个清淡、规律不过量。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拿到这个申请单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拍 CT 哈，那么要求是空腹，那么咱们就按医生说的去做。拍完之后也不需要大补，更不需要喝什么像是网上说的什么偏方水啊什么之类的。对，其实我个人特别建议中老年朋友，就是平时饮食里一定要有3样东西。第一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说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呀、豆制品呀、然后鱼呀、瘦肉啊，不用多，但是咱们得稳定。那么第二呢，就是蔬菜。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的餐盘里面是吧，颜色越复杂越好。深绿色的菜，比如说要常吃。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喝水，不是说一次咱们说喝很多水，而是要分次的，慢慢的去喝水。对。要吃蛋白啊，要吃蔬菜，同时呢要喝水啊。那我们再问一下胡医生哈，您从影像结果的这个角度上来看，饮食结构对于身体状态的影响，它会在片子上直接的体现吗？对，非常明显，而且比很多人想象的其实要更明显很多。我们在看片子的时候呢，其实不仅仅是在找有没有病，还会看整体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身体的脂肪分布、肌肉情况、骨密度和内脏的轮廓清不清楚，这些其实都和长期的饮食是有相关性的。那长期饮食，比如说过油、过咸、过甜的人，在影像上往往会看到脂肪堆积的很明显，内脏的边界会模糊，包括我们的肝脏、胰腺的状态也不是很理想。那反过来说，那些饮食相对清淡一些、结构合理的人呢，即使年纪大一些，它影像表现出来反而会给人感觉很干净、很清晰。很干净哈，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个很容易让大家理解到。对，其实影像科医生常说的干净，不是说没有任何问题，而是说我们的脏器看起来结构很清楚，变化是可控的。我们最怕看到的是那种什么呢？就是什么都有一点，但生活方式又在不断加重负担的这种情况。所以从养护的角度来说，饮食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不给自己的身体添乱。比如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喜欢喝一些浓汤，吃重口味的，其实从影像的角度来看，长期这样我们的
肝脏、胆囊系统，那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负担。那时间一长呢，就容易出现问题。好的啊，那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吃啊？其实我们从这个片子上我们是看得到的。